量好输入，对，然后再预付成功。所以对我们算是第一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在这里面应该是有加入不同的水量。你的建议是什么？那好像是用温度。温度当然要不然那些电容没有办法流吧。所以这边因为你看主题来讲，它是水材料，重点在水材。所以它的水不同的量不同，应该从第一步生产的地方去调配的，水多一点，水少一点，然后再去提压。那提压就同时打泡嘛。对。生成电的泡沫。好，后面继续讲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等他讲完哈，讲完我们再下个来继续。好，然后它的那个固体的输送是在100度，然后还有在容输送在100度，然后最后它的那个水是200度，就是它会是这个讨论。说后来蛮漂亮的，样品出显示出有更大的直径以及相当几率有更大的发泡结构，表面不光滑，但是它的表面不光滑，上面有很多的还会沉积和拔河。那这个现象呢是可以透过较低的含水量会导致较低的氧化强度，导致一些未氧化的颗粒的突出。会有一些未氧化的颗粒，表面上是有高的沉积。非常陌生。样本一显示出了更强烈的细胞结构，甚至还包含一些的大孔。小很色。第一个是发泡模式，第二个是膨胀率，第三个是单位密度，然后第四个是手机，第五个是密度，还是压力。然后膨胀也会表示发泡材料的对输出率，样本第一个输出最大的比例才有膨胀率，所以所有的发泡材料都是非常高的比例，因为自己的压力会随着任何颗粒的含水量的增加而变，所以可以知道水是从当中。细胞结构和发泡过程，可以看到说样品C它的细胞壁厚度较高，然后样品D显示出较符合经理的细胞结构 ，F 和G呢是封闭的细胞，而且同时有单一质结构。他们那一组的有4。第一步，水充当中做指定水汤机的整齐热，那第二步中机械生产做好基本设计，含水量的淀粉基材料热性的影响，淀粉颗粒的 pH 随着含水量的降低而逐渐增加，可以解释为什么样品中的不能很好，它们在200度C下方的体积中不能完全的融化，导致非常高的超过反出。图6显示了通过 CPK 测量，在加热时间具有不同含水量的电子材料的重量显示，从 CPK 可以看出含水量较低的电子较高的水蒸发温度，当 TDS 含水量较低时，水蒸发会更热。电能基材就往下走了，都没有别再上一个步。
个是它的那个线，然后底线 A 表示看多它会让整个进入地线有深度的底线 B 表示让体深度的关系压缩角度随着电的增加而线性的延续到最大值，这是它前面的测量方法是用它会将圆形的那个量体降下来，然后以金属碳酸将圆柱形发泡样体纵向牢固的固定，并通过金属探针以3A每分钟的时速的速率压缩至其出去的50%速，然后停止再以同样的速度返回，将最大假设足以探针的截面积来计算。跳到结论，直接跳到结论。结论就是通过研究水含量对溶解时经度、发泡过程、泡孔结构以及力学能的影响，确定了淀粉基材料的相电与发泡行为之间的关系。在使用指出技术制备淀粉基泡沫的过程中，可以起到发泡剂和对电子的作用。结果发现，由于细胞结构从开放细胞变为闭环，因此水分含量达到临界水平，其中消耗比质量比水含量越低，淀粉基材料的质量会越高，导致熔融程度的开孔结构越低。相反，较高的水含量和较低的地面会导致较高的熔融程度的闭环结构。好问题，这些都是使用的关键。那个距离那个指出机的温度分别是设为0度、然后在指出的技术之内，淀粉基通过到结构主要是两个发泡系统的所致。那我的心得就是呢，我本来想要就是查关于那个淀粉，然后的发泡。就看到这个，然后感觉摘要一下，然后也有那个摘要现在跟我也小，就是真的看了以后才发现他是在讲那个素描，所以虽然还是有看到一些就是跟我有相关的东西，但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可能还要再找时间来看。它的材料我看一下，材料的部分，它这个用的淀粉，然后淀粉聚烯醇啊 PDCA， 聚乙烯的碳酸钙还有 PDA， 所以它做起来它还有熔点，这熔点是哪一个造成的？是 PDA 吗？淀粉本身要求，它挤压的过程温度，刚刚你上面有讲了，它时间大概多久？时间哦。有讲到时间，来自己一下，时间